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这栋房子我们还没有修好楼梯的，所以上上下下全靠这样的木梯爬来爬去的，挺不方便的。那今天的气温还挺高的，大概20多度左右。木匠师傅呢也在这边做工，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。现在整栋房子里面，我们堆放了很多东西啊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，用到的一些工具啊，全部都是摆放在木房子里面。这边的木板墙，也就是1楼的木板墙，全部都已经安装好了。现在要开始安装2楼的木板墙了。仔细看一下，这些撑方和横方都已经装好了，然后就可以和1楼差不多一样，开始装木板了。装好了木板之后，就可以铺2楼的楼板了。所以这些工作都是有序的在进行。这2天啊也比较忙，一直没有更新装修房子的视频，也收到了很多热心观众的私信留言，他们说该更新了，好几天都没看到师傅他们做工了，确实比较忙啊。那今天依然是2个木匠师傅在这边做工，这些材料我们全部搬到木房子里面了。本来是准备给2边的厢房水磨石打磨的，但是寨子里面酒席太多了，大家都去帮忙，泥工师傅没有时间，所以2边的厢房依然是没有打磨的。计划明天准备开始打磨吧。这边是这2天木匠师傅镶好的板子，也晒过了一遍，全部是堆放在这里。现在马上要进行处理，然后要开始给这些2楼的位置安装木板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撑方和横方也都是这样子提前安装好，缝隙比较大的全部都需要这样子先装上撑方和横方。这些都已经全部装好了。之前我就给大家说过，这栋木房子撑方和横方需要好几百块，大家发现没有啊？每个缝隙里面都需要这样子去装，挺麻烦的。这几天把2楼的撑方和横方安装好了之后，也开始清理这些杉木板了。之前我记得在很早的时候就给大家说过，我们1楼铺的是春木板，2楼铺的是杉木板。相对于春木板来说，杉木板的硬度要稍低一些。铺在2楼的话，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，因为2楼我们基本上要换了鞋子再上去，所以说2楼我们全部用杉木板来铺。现在木匠师傅也开始清理这些板子了。在视频里面我记得有朋友提过，这些立柱啊颜色有点变了，能不能处理一下？在这里呢顺便也给大家说一下，我们把整个2楼的楼板铺好了之后，要把1楼全部打磨一遍，然后上第1遍底漆。大家不用担心啊，以后这些漆我们肯定会全部做好的，包括整个晒壁啊，我们都要全部把玻璃拆下来，然后重新打磨，做好漆再安装上去。工作量还是很大的。这2楼基本上所有的墙板要全部装完，只留下2个过道，这边是留了1个过道，还有这个位置留1个过道，2个过道，中间的话就是客厅了。2楼准备布置4个房间，1个客厅。
2楼的楼层高度大概有2.3米到2.4米左右，没有多高。那我们现在走出去给大家看一下，木匠师傅在外面清理一些板子，还有那边也在处理一些镶好的木板。这些木屑又有很多了，现在我们要开始收集，要熏腊肉了。杉木板的颜色是比较统一的，装修出来的木房子上了清漆之后是比较漂亮的。这边都是从堂屋里面拿出来的板子，没经过处理之前就是这个样子。处理好了之后，两边都已经做过一个简单的爆平，然后开好公母榫。像这边都是已经处理好的板子，并且都已经开好了公母榫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就是这个样子。装修一栋木房子工作量真的很大，要处理的地方也很多。像这些墙板都是木匠师傅手工这样子一块一块的去清理的，然后再组装起来。所以装修一栋木房子大概会持续4个月左右的时间。像这样一块木板，需要反复的清理好几遍，把一些粗糙不平的全部用这样的电爆给它爆平了之后，再开公母榫。大家是不是觉得这样子做很麻烦啊？实际上也没有好的办法。这是传统的装修木房子的手艺，只有这样子精工制作装修出来的房子，才会更美观、更漂亮、更适合人们居住。我刚才看了一下，像这样的一块木板，来来回回的这样子去推，大概要10多遍，还是很麻烦的。把两边推好了之后，现在要把窄的一边也要推一下。现在就需要开公母榫了。这里是有个小细节的，比如这块板子开的是母榫，那两边的榫头都是开母榫。如果是开公榫，那就这块板子两个边都是需要开公榫。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块板子开的就是公榫，公榫是凸出来的。这台机器是真的很好用。现在木匠师傅弹上一根墨线，要把镶好的板子，不是有宽的地方吗？要全部用锯子切割走。
实际上这个尺寸都已经在2楼量好了。我觉得今年我们山西这边的冬天还是挺好过的，不太冷。像今天中午的时候都差不多22度左右，早上还是比较冷，到晚上也比较冷。今年好像还没有正式的下过一场雪呢，基本上每年过年之前都会下1到2场雪。只是今年的酒席比较多啊，所以对于我们的施工进度还是影响比较大的。这些天泥工师傅一直都没有时间过来，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房子的装修变化没有多大。这几天呢，我也出去事情比较多，所以视频也没有拍。估计明天开始装2楼的墙板，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，到时候再为大家来分享。今天主要的工作还是处理这些镶好的板子，那边清理2楼的楼板，大概也就这个样子吧。那我们这边的院坝打扫好了之后，感觉还是挺宽的，尤其这几天有些慕名前来的一些朋友来到我们院子里面游玩，他们说这个院子给人的感觉很好，风景挺美的。虽然这边没有靠近河边，但是出门就看到大山了，也挺不错的。这些花瓶柱，上漆的话，估计我们要等到明年去了，今年估计做不完了。实际上做这些花瓶柱挺简单的，村子里面也有一户邻居，前几天说我们的花瓶柱挺好看的，又帮他拉了20多米吧，也是按照我们家的这个款式来做的，他挺满意的。朋友们，不知道你们那边做花瓶柱是自己在家里面做好，还是去买这样的一些已经做好的柱子来到这边安装呢？其实每个地方的建筑风格还是区别挺大的，还有一些施工的方法，很多地方都是不一样的。我觉得可能还是根据当地的一个生活习性吧。好了，那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